7月8日，澳大利亞的梅爾維爾島，一架正在參與演習的 MV-22B 魚鷹轟然墜地，黑色蘑菇雲籠罩天空。短短10天之後，又一架魚鷹在亞利桑那州發生地面起火事故。自2000年以來，魚鷹的事故率一直居高不下，16架飛機損毀無法修復，65人傷亡。輿論對它的非議從來沒停過，寡婦製造機這個綽號如影隨形。聽起來這應該是一款被淘汰的飛機。然而，就在7月28日，頂着巨大的輿論爭議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德克薩斯州的阿馬里洛接收了第359架，也是最後一架魚鷹，生產了近20年，項目正式收官，預計魚鷹將服役到2055年。一款被罵了20年的飛機，美軍不但沒有放棄，反而一口氣買夠了359架，還要讓它再飛30年，它到底憑什麼？其實就憑一句話，他把直升机和固定翼飛机的優點融到了一架飛機裡。美軍為什麼死都不肯放手？我們只要看看1980年那場慘烈的行動就懂了。那年4月，美國發起鷹爪行動，試圖解救被伊朗扣押的53名美國使馆人質。按照美國的計劃，三角洲部隊先空降到沙漠裡，然後等幾架 RH-53 直升機從航母飛過來接他們，再一起飛去德黑蘭。聽起來挺周密，但 RH-53 是海軍掃雷直升機，航程極短。為了能抵達德黑蘭，他們中途必須落地加油。就是這個必須落地加油，徹底毀了整場行動。沙漠氣候複雜，一場沙塵暴就讓直升機失去了方向。一架 RH-53 撞上 C-130運輸機，這一撞把整個營救任務撞崩了，8名軍人當場喪生。整個行動還沒摸到人質的邊兒，就宣告流產。當時的美軍意識到一個問題：傳統直升機在遠距離作戰中根本靠不住，他們能垂直起降，但飛不快，飛不遠。固定運輸機能飛遠飛快，但需要跑道。有沒有一種飛機既能垂直起降，還能飛得又快又遠？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魚鷹。1981年，美國正式啟動了聯合垂直起降飛機項目。1983年，威尔直升機公司和波音公司拿到了開發合同。1989年3月，第一架 V-22原型機首飛，從構想到首飛花了將近10年，從首飛到正式服役又花了18年。2007年6月 ，MV-22B 達成初始作戰能力。為什麼花了這麼久？因為這種飛機太難造了，要實現美軍的那種需求，比爾拿出了一套在今天看來依然震撼的設計——輕轉旋翼。簡單說，飛機的發動機裝在機翼兩端，帶着旋翼一起轉。起飛時，發動機短艙朝上，旋翼提供升力，垂直离地，跟直升機一模一樣。飛到空中，短艙開始向前輕轉，旋翼從往上吹變成往前推。飛機開始加速，機翼產生升力，這時候它就是一架固定翼飛機。降落時，短艙再轉回朝上，垂直落地。技術原理聽起來簡單，實現起來卻難到離譜。2台發動機由一根貫穿機翼的聯動傳動軸連接，必須保證雙側絕對同步。這套極度複雜的傳動系統，稍有差池就是機毀人亡。更要命的是，旋翼輕轉的過程中，飛機同時受到直升機和固定翼2種氣動力，控制邏輯完全不一樣。贝尔和波音攜手花了将近20年，才把這些技術難題啃下來，最後端出來了魚鷹。事實證明，他們花的時間沒有白費。相比它要取代的 CH-46E 海騎士直升機，魚鷹的性能完全拉滿了。一架 CH-46E 能搭載12名士兵，飛350公里，時速200公里。反觀魚鷹，一架就能搭載24名全副武裝的士兵，還能以超過500公里的時速巡航。更關鍵的是航程，魚鷹可以從舰船出發，深入內陸數百公里投送兵力，完成任務再飛回来。以前那些直升機夠不着的地方，對魚鷹來說毫無壓力，而且它完全能自己飛遍全球，不需要運輸機搭載，只要在空中加上油就可以。整體算下來，魚鷹的速度是海騎士的2倍，航程能達到海騎士的6倍，用更少的飛機和更短的時間覆蓋更大的戰場，這哪裡還是普通的迭代，分明就是一次徹底進化。把這樣一款飛機送到戰場之上，那就是降维打擊。2007年9月17日 ，VMM-263 雷霆机中队带着10架魚鷹，從北卡羅來納州出發，登上黃蜂號2級攻擊艦，開赴伊拉克。這是魚鷹的第一次實戰部署。在伊拉克安巴爾省的阿薩德空軍基地 ，VMM-263 駐紮了7個月，飛了超過2500次任務，全部成功。隨後 ，VMM-162 和 VMM-266 相繼跟進，3個中隊3次部署。
從2007年10月到2009年4月，沒有一次任務失敗。從此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打法徹底變了。以前登陸作戰的邏輯是艦船靠近海岸，直升機把部隊送到灘頭。現在艦船完全不需要靠近，只要在幾百公里外待着就行。魚鷹可以一口氣把部隊送到敵人後方，以前不敢想的戰術，現在都敢往桌子上擺了。此後，阿富汗、利比亞，魚鷹的身影出現在一個又一個戰區。自2007年達成作戰能力以來，19年間114次作戰部署，海軍陸戰隊75%的旋翼突擊投送任務都要靠魚鷹完成。對於魚鷹，海軍陸戰隊航空兵副司令司望中將只有一句話：今天的陸戰隊指揮官在制定作戰計劃時，默認魚鷹一定會在那裡。一款裝備讓整個軍種的戰術條令圍着它重新寫，這就是魚鷹的含金量。這個含金量在太平洋上被放大到了極致。印太戰區是全世界最大的作戰區域，沒有之一。從夏威夷到關島，從關島到日本，隨便2個點之間的距離，動輒就是上千公里。傳統直升機飛不了那麼遠，而固定翼飛機剛需長距離硬化跑道，在太平洋的島礁上搞這樣的跑道根本不現實，這就成了一個死結。魚鷹就是美軍解開這個死結的鑰匙，垂直起降，不需要跑道，高速巡航，一口氣飛幾百公里。它能做到的是印太戰區沒有其他飛機能做到。4月的菲律賓，美菲牽手搞肩并肩演習，這場演習裡，魚鷹就是一出大戲。一架魚鷹從遠處飛來，垂直降落在陸地上，艙門打開，海軍陸戰隊衝出來，迅速展開警戒。魚鷹沒有多停留1秒，旋翼轉向前方，加速起飛，消失在天空，整個過程也就幾分鐘。這就是魚鷹在太平洋的標準打法，快進快出，不給對手任何反應時間。以前想要奪占一個島礁，需要先派船把人送過去，或者等運輸機找到合適的跑道。現在只需要一架魚鷹，讓魚鷹把作戰部隊投送到目標點，完成任務的魚鷹還沒等對手反應過來，就已經飛走了。美國海軍陸戰隊管這叫分布式作戰，兵力分散在廣闊的太平洋上，不集中在一個地方，因為集中就意味着挨打，對手的導彈盯着你的基地打，盯着你的艦船打，所以要把部隊分散開，讓對手找不到重點。但分散帶來的新問題是，怎麼把分散的兵力快速聚起来？太平洋那麼大，部队撒出去容易，收回來難。魚鷹就是答案。需要的時候，魚鷹從各個方向飛過來，把人接走，送到該去的地方，打完就散，散完又能快速聚集，讓分布式作戰從一個概念變成了一套可以實際操作的戰術。但有一個問題繞不開，就是我們開頭提到過的安全。縱觀魚鷹發生的各起事故，大多指向一個東西：旋翼齒輪箱。這個齒輪箱有多複雜？魚鷹的發動機和旋翼要整體轉動，從垂直模式切換到水平模式。旋翼輕轉的過程中，齒輪和傳動軸承受的應力是普通直升機的數倍。金屬疲勞、材料雜質，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就是機毀人亡。比如2023年，日本出了一起魚鷹墜機事故，元兇就是齒輪箱裡一個關鍵齒輪的金屬雜質。除了齒輪箱之外，硬離合器結合也是事故頻發的主要原因。魚鷹的發動機和旋翼之間有一套離合器，起飛時離合器偶爾會打滑，打滑之後突然重新結合，這一下就會導致整架飛機瞬間失衡。2022年，加州出了一起墜機事故，就是因為這個故障導致右側旋翼失去推力，飛機直接失去平衡，從天上掉了下來。2個問題，一個比一個致命，但美軍沒有逃避。過去幾年，一場針對魚鷹的系統性安全改造全面鋪開。首先就是那個旋翼齒輪箱，解決材料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換材料。新的旋翼齒輪箱採用 X53 3重熔煉鋼材，普通鋼材一般只冶煉1次，裡面還是容易殘存雜質，而這種鋼材是要反復熔煉3次，3次之後雜質減少約 90%， 幾乎把齒輪箱失效的風險壓到了最低。2026年1月，第一批升級後的齒輪箱開始列裝部隊，按照美國的計劃，每月交付12台，2027年之前就能完成全机队換裝。其次是硬离合器結合这個問題，美軍做了2手準備，一邊是重新設計輸入軸組件，輸入軸組件是變速箱裡連接齒輪箱和離合器的關鍵部件，對這裡動刀，就是想從根源上杜絕硬離合器結合。重新設計是要時間的，在這段時間內，美國開始對現有組件實施飛行時長限制，效果也很顯著，
自從2023年涉險以來，此類事件就再也沒有發生過。但是光換硬件也不夠，再好的東西總有出故障的時候，所以美國引入了一套檢測系統。2025年2月，美國採購了多達91套 ODSSHI 系統，也就是魚鷹驅動系統安全與健康狀態檢測儀。說白了，就是在齒輪箱和傳動系統的關鍵位置裝上震動傳感器，飛行中實時採集震動數據，落地後立刻告訴維護人員哪個部件快要不行了，在出問題之前就把零件換掉。解決了安全問題，美軍立馬瞄準了下一個問題：怎麼提高維護效率？貝爾波音拿出了一套方案，發動機短艙大改。短艙就是机翼兩端那個裝着發動機可以整體轉動的外殼，魚鷹能垂直起降、高速巡航，全靠它轉動。但這個轉動機構是整架飛機維護最麻煩的部分，裡面布線太複雜，維護耗時極長。現在簡化線路，增強結構部件，直接把維護工時減少了75%，戰備率提升了超過10%，維護時間省下來了，訓練和任務時間就能拉長。除了硬件層面的修補，美軍在管理層面也發現了漏洞，各軍種之間的協調不到位，不知道共享魚鷹的問題信息。海軍可能發現了魚鷹哪裡有毛病，但是不告訴空軍。同樣的問題可能在不同軍種間反复發生，所以政府當即勒令整改，要求不同軍種之間打通溝通渠道。這一套組合拳下來，每一項都指向同一個目標，讓魚鷹更安全、更可靠、更能打。在美軍的規劃裡，未來30年魚鷹都要扛起大旗，所以不能只解決舊問題，還要考慮未來的魚鷹能做什麼。魚鷹最擅長的一直是運人運貨，但美軍不滿足於此，他們給魚鷹塞了一個全新的能力——電子戰。2021年，一款叫勇猛虎2的電子戰系統首次裝上了魚鷹，這讓魚鷹也可以飛到空中釋放電子干擾，壓制對手的雷達和通信。這還是個開始。2025年8月的菲律賓海，一架魚鷹執行了一次特殊的任務，它和2架 MH602 海鷹直升機配合，在海上投放聲納浮標、搜索潛艇。這是魚鷹第一次在印太戰區執行反潛作戰任務。誰能想到，一架運輸機竟然跑去反潛了？這自然還要歸功於魚鷹的傳統優點，飛得又快又遠。以前需要好幾架直升機才能搜完的海域，現在一架魚鷹就能搞定。就這麼一次反潛任務，讓海軍忍不住驚呼：這也太好用了！我們之前為什麼沒想到這個主意？當然，除了加裝新技能，魚鷹自身的升級也不能丟。美軍先瞄準了座艙，2026年啟動研發，2032年到2042年間列裝，目標是替換掉座艙裡老化的屏幕、鍵盤、計算機，讓魚鷹的座艙跟上未來30年的戰場節奏。此外，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計劃 ——V2 更新現代化計劃。這個計劃想得更遠，保留堪稱無限壽命的機身，更換新的機翼和發動機短艙，讓魚鷹能一直服役到2060年代，甚至飛到2070年代。這就是美軍對魚鷹的態度：你不是完美的，但你是不可替代的，而我們會讓你變得更不可替代。所以魚鷹的傳奇遠未結束。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，大家覺得魚鷹能飛到什麼時候呢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討論，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。